亡灵书是古埃及人复活程序的一个代码，也是他们的投胎手册。这两个呢，就是代表着阴阳界，一个是阳界的出口，一个是阴间的入口。就像那个劳斯莱斯星空顶一样。哎，赛提一世肯定喜欢吃羊腿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陵墓最精华的一个部分——天文房。据说秦始皇陵也是这样子，只不过红色的星星是用红宝石代替。在我身后这里呢，就是全埃及最贵的一个景点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，是发现了64个法老陵墓的帝王古物。而在所有发现的陵墓当中呢，这里就是最大、最珍贵、最精美的一个陵墓呢，它就是赛提一世的墓。他是拉美西斯的爸爸，也是整个埃及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个国王。他所在位的时期呢，是埃及最强盛的时期，所以说他可以把整个半山腰给挖空，打造了一个地下宫殿，并且在所有的墙壁上都刻上了精美的壁画。为了看这个墓，我们买了4张票，一共800多人民币的，真的是大出血了。今天真是大出血。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地宫了。我们一进来就看到左手边上画了一个太阳，里面有圣甲虫，还有太阳神拉的，所以这一面墙的祭文都是赞颂太阳神拉的祭文。这个通道很深很长，是所有法老陵墓当中最深的一个。在这里呢，你会看到太阳神拉在冥界的不同的形象。你看这里有30多个，主要描绘的就是亡灵书里面的内容。亡灵书是古埃及人复活程序的一个代码，也是他们的投胎手册。就他们会根据亡灵书的内容呢，去描绘出他们在冥界的一个旅程，然后就根据这个旅程呢，他们就可以重启他们的人生了。发现没有？我们进来之后没有什么人，因为这里是全埃及最昂贵的景点，很少人会进来这里来看的。但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拉美西斯2世的爸爸会叫赛提一世，不是拉美西斯1世？这就能看出来，赛提一世是一个非常叛逆的法老，他跟别的法老不一样。因为拉美西斯的意思是说太阳神的儿子，但是赛提呢，他不想当太阳神的儿子，反而他的名字呢是从那个赛特神来的。赛特神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就是那个杀了他的兄弟那个奥西里斯的那个人。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叫做《权力之眼》，对吧？里面那个赛特神就是邪恶的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大反派。所以你想想，他以这个人的名字为命名他的名字，你就可见他这个人有多大的野心。对，感觉还是蛮符合赛提一世这个人的性格，他的名字。对，从一个人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人生，他的性格。比如我是威龙啊，特别威风的一条龙。对对。这边呢会比较有趣，你看太阳船就幻化成了蛇的形状，爬过陆地，还长出了双腿、翅膀，还变成了3个头，这个大蟒蛇。哇，这里这么深是干嘛的呀？呀，你看两边都有，像陷阱一样。这有10多米深吧？我去，不行，我腿有点软了。这个就是防止那个盗墓贼的。防止盗墓贼。对，你像他们可能挖到这儿，然后咕咚就掉下去了。它这个天空就变得跟那边不一样了，它就变成蓝色了，然后上面印满了星星，就像那个劳斯莱斯星空顶一样，一模一样哈。不过它这星星画的有点像海星。像海星吗？对，你要是说这是大海，我也信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4柱大厅，是4根大柱子吧？是1、2、3、4。这里刻画的就是法老跟众神在一起玩的壁画了，而且还是1v1服务的 VIP 服务。VIP， 你看，每个都是赛提一世跟一个神。还是对吧？每一面墙都是。在4柱大厅这里有2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一个在房间的这个入口这里，就这个很大的图腾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尾部出口那里。这2个呢，就是代表着阴阳界，一个是阳界的出口，一个是阴间的入口。这个呢，就是古埃及所说的蛇道了，并且这里还有一个蛇的形状，它是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，这个也就是他们所想象的蛇道。在古埃及的人经历冥界的时候，需要经过蛇道，并且这个蛇道呢是由9个人所把守着的。当他们王者通过这个蛇道的时候，需要经过这9个人的盘问、考验和质疑。如果你能通过他们的考验，你才能够继续下一步前往重生之路。所以他们重生也是需要9981难的。在4柱大厅这里的壁画保存的相当的完好，你看上面所有的人物色彩都十分的完整。我在想，他们这边为什么不拿玻璃罩把这罩起来啊？这不是文物保护的特别的随意。对啊，这不是一碰就掉了吗？本来都已经残破成这样了。这里面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墓室，你看它壁画还没画呢。对，就勾了一个边儿，也没上色什么的，就是一些黑白的线条没有画完。对，
你看它上面有红色跟黑色2个线条，红色的就是它原本的初稿，然后黑色就是定稿，所以它最后上色的时候会雕刻的时候会根据这个黑色的来雕刻。哦，所以它才有2个颜色这儿。哎，这跟我之前在丹达拉神庙看到的是一样的。哦，那里也有一个线稿。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就好像看到那个小学生的画作，然后还是半成品，就好像那个游客要到这儿自己来画完似的。对耶，这里说不定就是一个 DIY 的房。有可能，来吧，画笔拿出来。我估计是因为他们工匠还没有画完整个墓室，然后赛提一世就去世了，所以说这里就是没有完成的一个墓室。哦，你说那时候的牛马画这些的时候在想什么呀？他们肯定是在想，要是法老早点死就好了，自己就不用画完它。然后他们梦想成真了。果不其然。我们就继续往地宫深处走吧，看看里面还有什么。你看它这些都是浮雕，浮雕反而更容易被破坏，它一铲就掉了。如果它是往内雕的话，那不就还好一点吗？如果是刻的，这浮雕真的很精美耶。哎，这有一个古埃及掌管布丁的神，奶茶。差不多，反正不是布丁就是奶，反正是掌管甜品的神。往那个墓室深处走的时候，发现了这边上的壁画，就是他们在做那个开口仪式。哎，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，他们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那个灵魂是需要吃东西的，也是需要喝饮料的，所以说要给他弄一个开口仪式，让他们死后可以呼吸，也可以吃东西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赛提一世肯定喜欢吃羊腿。羊蹄。对，你看拿着大羊蹄子给他开口呢。对呀。所以他最爱吃的应该是羊蹄。这个是在杀牛，以后赛提一世复活就可以吃牛肉了。你看那个牛的脊柱，这细节，这细节绝了。对啊，栩栩如生啊，真的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后一个大厅了，6柱大厅。在这里呢，赛提一世他做了一个先例，就做了边房献给神的。你看里面有一只大天牛，这个大天牛呢就是哈索尔的形象。并且我们在这里看得到亡灵书所描述的内容，火之地狱，就这里。在这里呢，王者需要经受火之地狱的考验，才能前往来生的。这听起来是有点相似呢？没错，电影《双瞳》里面也有这样子相似的一幕，经历过火之地狱，他才可以得道修仙。对，古埃及人想象还是很丰富的。关于冥界的一个旅程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陵墓最精华的一个部分——天文房。以前法老的棺木就在这，石棺，但是现在大家应该能猜得到它在哪个国家了。然后天文房是因为你看它上面的那个星空图，这个模拟的是北方的星空手画出来的，那个红色点呢就是星星。据说秦始皇陵也是这样子，只不过红色的星星是用红宝石代替。然后现在他们所描绘的就是北方的星空图。你看那里有一个鳄鱼站在河马身上的，那个是天龙座，然后旁边有金牛座，还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的那个就是猎户座，还有狮子座。所以他把整个星空，北方的星空都描绘出来了。像我之前去的丹达拉神庙，还记得吧？里面也有黄道12宫，所描绘的就是他们所看到的12个星座。古埃及人从很早很早以前，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星星了，所以他们才把这个陵墓整片天花板就画成了星空的图案，特别特别的美。也因为整个地穴特别的深啊，这地宫特别的深，所以说这个天花板的图案才保存的这么的完好。那它这个旁边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呀？这没有挖完啊？为啥不挖完啊？因为死了，赛提一世死了啊！嗨，就是在他本来他们还想挖更深的，然后没有挖完，法老就死了，所以就把棺木放在这儿。这就是他的星空天文房、星空房了。这还不够深呢。我觉得已经很深了哈，在所有法老陵墓这里是最深的。但他国力强盛呢，他很有钱，他还想往地下挖。它所代表的含义应该是法老在天上跟众神在一起，是吧？所有的众神都在太阳船上边。我们是8仙过海，他们是什么？众神坐船。对，我看见了我最喜欢的，你看是那个狒狒。哎，对耶。但它怎么只有9只啊？不应该有12只吗？就是这个狒狒了。对，一样的。很漂亮这个狒狒。在这儿呢，还有呢。哦呦，这还有9只。对。
这个狒狒在图坦卡蒙的墓室也有，但图坦卡蒙的墓它不是浮雕，它是画上去的。哦，因为图坦卡蒙的墓太简陋了。对，这个雕刻的就很细。颜色我是喜欢它这个黄配它这个蓝。很好看，色调搭配的很好看。我们使用了超能力。现在给它吧。对 ，OK，Thank you。这里就是国王放宝藏的地方了。这整个墓室都是堆放宝藏的。哇！只不过现在已经被搬空了，真的好可惜，好可惜。你能想象吗？在小小的图坦卡蒙的墓里边，都出现了5000多件精美的文物。在这个国力最强盛、最富有的法老陵墓里边，能挖出多少宝藏啊？可是都被盗墓者一盗而空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哎，你看，这眼镜蛇怎么还长了双脚？花有叶子，还开出了人头的那个果实。你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考虑古埃及人的想法。我觉得他们对于冥界的想象真的，想象力太丰富了。对，因为他们把死后的世界看得太重了，所以他们很重视死亡。他们觉得死亡之后的世界才是真正美好而富足的。那现在我们就参观了全埃及最贵的一个景点了。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很值，因为如果你想着你这辈子就只来这一次的话，而且还能看到那么美的壁画，我觉得这个价钱算是比较合理的。哦，那你觉得呢？作为第2次来帝王谷的人，我觉得这里的性价比比较低。因为在其他的墓室，收费的墓室也有很精美的壁画，虽然没有那么深，没有那么大，没有那么长，但是呢，它依然很漂亮，而且收费没有那么高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钱，就钱比较多的可以来这里。但如果钱不多的呢，我就去其他的墓室，比如说拉美西斯5世跟6世的合葬墓，那里也很漂亮。但你要看，不就得看最大的、最深的吗？你就看这一次哎。但是它贵呀，所以有钱的话可以来。我们这次是真的斥了大巨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贵的陵墓啊。所以大家看后一定要给我们点赞、收藏一下。对，我们下期视频就去图坦卡蒙的墓。耶，拜拜。